是财兵大国的龙国却一夜之间征兵5000万，消息一经公布，瞬间引得全球动荡。漂亮国总统深夜连发30封问责信，小日子更是彻底慌乱。同时，西方30多个国家联合发言抵制龙国，但龙国却一改往常和善态度，不做任何解释，直接闭关锁国，断绝一切外交。只因龙国突然知晓3年后末日来临，届时将会有无数域外魔神降临蓝星屠杀生灵，而这末世消息的源头是重生归来的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向国家传递的。当然，我也深知末世言论在世人眼中的荒谬程度。所以这些年，我为了获取国家信任，利用脑海中的未来高科技知识一路高歌猛进，不但成功进入了龙国最高国防部门，更是成为了国家最年轻的院士。而今天，我终于决定和高层彻底摊牌，告诉他们末世即将来临的消息。此时，一处机场大厅内，我带着准备多年的魔神资料前往最高国防部门。通过多年积累的信任，我完全有把握说服这些高层。而如今最关键的就是这份魔神资料。想到这里，我长舒一口气，抓着电脑的手攥得更紧了些。然而就在这时，机场中一个正在参加综艺节目的女明星却突然冲到了我身边，随后在我疑惑的目光中，一把将我手中的电脑抢过去，摔到了地上。在一阵呼声中，杨小小看着我呆滞的目光，一脸的满意。对，就是要这种节目效果。我第一时间蹲下身子去查看电脑，看到这么重要的资料被摔成粉碎，一瞬间我杀人的心都有了。我起身一把拉住了杨小小的衣领，壮实的身子散发出破人的气势。一旁工作人员连忙上前拉住我的手，解释道：“这位先生，我们是在录制节目呢，我管你在录制什么，你知不知道我电脑里有什么东西？”看着自己布局10多年的计划，竟然就因为这么一个节目被糟蹋。我一双冷眸死死盯着杨小小，你们最好祈祷我的资料能够找回来，不然的话，你们等着蹲大牢吧。我毫不客气地说着后果，但在杨小小耳中听着就不爽了。身为大明星的他做个节目竟然被人甩脸子，他冷声道：“不就是一个破电脑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开个价，我给你钱就是了。”我冷眼瞪着他不语，低着头开始收拾电脑残存的碎片。自己的电脑是特制的，文件倒是无碍，就是这事太膈应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杨小小又冷声道：“你不说话是吧？那好，1万够不够？”随即一沓早就准备好的现金扔在了我的脚边。我抬起头看到杨小小轻蔑的目光，旁边杨小小的粉丝也讥笑着：“赶紧收着吧，你那个电脑我看过了，就一枚名字的杂牌，给你1万已经是我家小小宽宏大量了。”就是大家录制节目都不容易，我家小小可是大明星呢，能和你见面你就偷着乐吧。众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仿佛我不收着就是莫大的罪过一样。自己煞费苦心想着拯救华夏，结果居然被一戏子如此侮辱。我不再争辩，而是默默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：“李老，我的电脑被人故意损坏，现在我拿去维修，剩下的事情您处理着看。”说完便直接挂断电话，转身离开。杨小小反倒是翻了个白眼：“还打电话叫人了？你叫啊，一个破电脑还打电话叫人，我看你们叫谁来。”没过多久，一个老年人和一个中年人并肩走来，两个人脸色阴沉。唐恩是国家 SSS 级保密人物，全国最年轻的科研院士，他研究出来的东西每年都能给国家带来数百亿的财富转换，可以说得上是国士无双。结果居然被一个戏子给欺负了。李老知道发生啥事后，差点就提枪杀人了。不过既然唐恩把事情交给自己，那他就要办好。随即二人把将要离开的杨小小拦住，两人冷漠地看着杨小小和他的粉丝：“你们还不能走？谁指使你们砸的电脑？你们两个就是他叫来的人是吧？”杨小小看着面前的二人，没有丝毫的慌张，他仔细打量了一下，发现两个人都是普通穿着后，立马开口道：“什么谁指示的？不就是一个破电脑吗？大不了我赔就是了。多少钱？1万不够2万，再不够我多加几万就是了。”李老被杨小小的话气笑了，冷笑地说道：“他的电脑是特殊定制，光是电脑本身就价值100多万，里面的资料更是价值数十亿。来，你赔吧。”杨小小瞬间懵了，直播间更是炸开了锅，这是讹诈了，穷疯了也没有这么要钱的呀！有狂热粉直接当场就拨打了报警电话，叫嚣着要将二人送去坐牢。李老没有和这群人多说，拿出电话冷笑着：“看来你们是给不出说法又赔不起钱是吧？那你们等着，你们可以进去了。这人意图破坏国家重要机密资料，你们自己看该怎么处理。吓唬我呀！”杨小小一听到国家机密这几个字，瞬间就笑了，可话还没说完，突然间头顶一阵轰鸣，紧接着是玻璃破碎的声音。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玻璃窗外猛地跳进来数百个荷枪实弹的特种部队，拿着枪直接对准了他。接着一个人拿着执照，冷漠地对所有人说道：“杨小小破坏国家重要机密，文件证据确凿，现在我以叛国罪将你逮捕，请放弃抵抗。”这一瞬间，杨小小懵了，直播间的观众也懵了。此时两个武装警察已经拉住了他的左右手，另外节目组和他的粉丝也全都一并架走。瞬间杨小小反应过来，疯狂地挣扎着：“等等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刚才可是你亲口承认砸的电脑吗？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话狡辩呢？是不是误会？你到法庭上说吧。”而此时我面色严肃地和一群老人坐在会议圆桌上。小唐说的是真的吗？为首的老者严肃地看着我，若不是我在这10年来无数次研究出远超当前时代的科技成果，恐怕这群人根本都不会让我把这荒唐的话说完。而此时这样的事从我口中说出，他们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起事情的真实性。我沉默地点了点头，随即缓缓开口：“各位，你们最近是不是都没有睡好觉？是否都梦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？”所有人闻言互相对视了一眼，眼色逐渐一变。我继续开口：“你们是不是都做着同样的一个梦？那是一个没有
有人的天读。这话一说，好几个人齐刷刷站了起来。老人见状也是开口道：“小唐，所以这和末日有什么关系？”当然有了。我放出硬盘中一张晦暗不明的图片，这正是前世末日下的景色，其中有一个标志性的高塔，也正是他们梦中天都中央的标志性建筑。根据我的研究，全国上下有数千万人都做的同样一个梦，在梦中他们都是来到这样一个地方。实际上这里不是梦境，而是一个和我们现有世界完全相反的世界。这两个世界本来是不相通的，但是因为某些原因，我们可以通过梦境抵达那个世界，而同样的，那个世界的一些东西也会抵达到我们这个世界。说罢，我拿起了一张纸，在一面点燃，紧接着纸的另一面也被引燃。我们与反世界的关系就像是一张纸的两面，当一面受到影响的时候，另一面也会受到波及，而反世界又能形成我们思维的具象化。我们时常念叨在嘴边的东西都会在里面真实出现，如迪迦奥特曼或者哥斯拉等等。由于受到念力的牵引，他们会本能地寻找我们的世界。当我们与反世界的界限变得脆弱时，他们就会降临我们的世界。试问大家，依据我们现有的能力，能否击杀一个哥斯拉？闻言，几人脸色瞬间就变了。老人眯着眼睛道：“你是说那种超自然力量的东西会降临到我们这个世界？”是的，我点头继续解释道：“根据我的发现，怪物能够具现化，那么进一步想，那些超自然的力量我们也一样能够被具现化，并且……”我说到这里忽然顿了一下，然后举起右手，一团火球突然从我的手中冒出，并且这股力量也可以带进我们的世界。这一团火球的出现比之前所有的推论都要震撼多。一瞬间，所有人都震惊了，他们震惊的说不出话，目瞪口呆的看着那一团火球在我的手中熄灭。好半晌后，老人才结结巴巴问道：“小唐，你已经成功了吗？”“是的。”我点点头，随即又苦涩一笑。可是这并不是好事，这意味着现实和梦境进一步融合，我能带异能回来，那些怪物也能随时钻进来。我这话瞬间打破了所有的激动，如同一盆冷水泼在众人头上，一下子所有人清醒了。此时已经不用再怀疑事情的真实性，所有人正色起来，等待着我关于抵抗末日的回答。根据我的研究，梦境怪物想要冲击现实，最起码还有3年的时间。这3年里，我们必须要在梦境中建立起防线，不能让战场降临到现实世界中。我的想法是放弃现实产业，所有重点全部转移到梦境世界。我们需要扩军，需要在梦境中大搞基建，文化教育行业也需要同步进行。这是一场关乎我们所有人类的重大事件。我的话又引起了一阵喧哗。要知道，现在龙国可以说是世界第2，但就因为我一句话便要放弃之前所有的努力，这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接受。许多高层都急得冷汗直冒，唯独老人在闭目沉思。他思索了许久后，缓缓地睁开了双眼。小唐，我问，如果我拒绝了你的要求，未来会是怎样？我冷厉的声音响起，整个龙国将再无翻身之地，100年后世上最后一个人类灭绝。老人眉头直跳，又过了一会，他一拍桌子：“小唐，这些年我见证了你给龙国带来的奇迹，现在我希望你能带来更多的奇迹。你说的我都答应。从现在开始，龙国所有重心全部转移到梦境世界当中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此次行动最高指挥官。行动代号：种子。当一个国家确定了步子之后，所能发挥出的力量是恐怖的。我和几个高层一直待在会议室中，就梦境一事做出了更加详细的计划。其中这些计划里包括以下几点：第一个就是扩军，在现有军事基础上再扩充5000万人。这5000万士兵一部分将放在现实世界中保家卫国，另一部分则是要到梦境中抵御怪物。至于说突然扩军5000万，其他国家会有什么想法已经不重要。第二点就是大兴基建，这里的基建同样指2部分，梦境和现实都需要同步进行。为了防范怪物入侵现实，除了在梦境世界建立堡垒防线外，现实中也需要建立一道钢铁长城。第三点是建立超自然力量管理局，因为我的一手火球可以预想到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将异能带进现实，为了避免超自然力量带来的危害，必须要现在就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。第四点是教育改革，从一开始的应试教育中加入了许多鼓舞学。我给出的说法是，鼓舞在觉醒异能前未必会有作用，但是在觉醒异能后，鼓舞和异能结合就会成为抵御怪物最强的武器，并且加入鼓舞会占据学生绝大多数时间，因此为了学生考虑，外语被剔除在了必要学科之内。相信这一消息的传出必定会迎来众多学生的支持，至于说他们家长同不同意，我并不在乎。第五点是禁娱令，国家将彻底废除现有娱乐文化，因为在怪物降临后，那些明星将派不上任何用途，为了未来全民皆兵，泡沫文化被刺破是必须的。第六点是我需要和科技院的院士完善修炼体系，最好是现实世界中的战士一进梦境就能修炼，成为抵御怪物的中坚力量。在这一方面我没有丝毫隐瞒，将上一世知道的所有修炼体系全都拿了出来。以上6点看上去不多，但是却足足讨论了有30多个小时，直到第3天的凌晨，我才从会议大楼离开。但刚下了楼，就看到老李站在门口，脚下散落着一地的烟头，他愁眉紧皱，眉角上扬，眼中还冒着火，一副我很生气的样子。旁边老李的学生也是同样表情。我看着老李问道：“老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老李抬头看着我，气愤道：“我就是生气。生什么气？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事？”我先是一愣，这些天自己都在忙着工作，还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看了一眼老李，拿出了手机，结果只看了一眼，立马血压飙升，当代高衙内身份被扒出。原来此人学生时代竟然有如此多惊人内幕。路人爆料唐恩惊人身份，原来此人还干过如此多的大事。看了2眼后，发现这些内容里全都是对自己的一些臆造猜想，很多狗屁不通的事情生搬硬造糅杂到一起，就拼成了这样一个文章。翻到下面的留言栏，全都是对自己的诋毁和谩骂。老李拿过我手机怒道：“看看这些人都说的是什么？”我让安防部的人把那个女明星抓了以后，她粉丝就和疯了一样，疯狂的在网上找水军撞倒污蔑，偏偏还有些民众也被带了节奏。你说咱们这努力拼搏到底图个啥？我平复好心情后对着老李开口道：“图啥？图的就是为天地立心，为社
生民立命，唯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他们带节奏，我们就要把节奏带回来。他粉丝不是喜欢带节奏吗？正好大变革时期需要杀鸡儆猴，就从他开始。我目光森寒，在前一世自己就见过了人性的黑暗，但我始终觉得人性本质是光辉的，因此重生一世才不留余力的去报答祖国。但是有些时候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，必要时刻必要对待。杨小小的事情不只是国内闹得沸沸扬扬，国外的媒体也在此刻添油加醋的报道。我代表西方幕僚的意见，强烈建议释放杨小小女士，这是不人道的事情。东方果然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，强烈建议国家高层听听民众的声音。西方的媒体所选取的角度都很独特，但是总是绕不开人权2个字。就在这时，高层老人一个电话把我叫了过去。乘车半小时后，我来到了老人居住的4合院中。进去时，老人正在给花浇水，看到我后立马一笑：“小唐，最近那些流言风语大可不必理会。”我心中一动，没想到老人都听说了那些事。老人继续说道：“不过这次脸色沉了下去，公然诋毁国家重要人员，还是和国外那些媒体勾搭到一起，我看这是不治不行啊！”老人一声令下，给这件事基本就定了调子。我本想用自己方法去解决，但现在来看，貌似老人有更好的主意。果然，没一会的功夫，老人便说起了正事：“小唐，我们已经决定1个月后探索梦境世界，特殊行动组已经在组建中，你的计划可以开始实施了。”老人一边说着，一边从旁边递来了一个托盘，托盘中除了有一套黑色军装外，还有就是一枚闪闪发光的肩章，不同于任何等级的肩章，代表着它的特殊性，便是我也不得郑重起来。我双手接住托盘后，双脚并拢行了个军礼，郑重其事地看着老人：“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唐恩，华夏的未来就交给你了。”官方始终没有回应杨小小和唐恩的事情，以至于事情越闹越大起来，各种奇思妙想、牛鬼蛇神都趁此机会冒了出来。尤其是以灯塔国为首的媒体，在外网上早已经将这件事树立成了典型，狠狠地批判了一顿。但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突然间一则消息传遍了整个大江南北。紧急消息：为了应对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灾害问题，现成立最高行动小组，组长由唐恩担任。这里是最高行动小组，现在向全国人民宣告最高行动小组指令：我国为了应对未来极端的气候以及保护龙国人民，现特此通告，龙国1000万预备役士兵全部转为正式，并且还要增加4000万士兵。此征兵令一出，全国上下顿时一片哗然。卧槽，我不是看错了吧？征兵5000万要做什么？这莫非是要开战的预告？很快全国都在开始讨论这样一件事。现有兵力500万，再加上扩军5000万，那可就是整整5500万士兵。有的一些国家都没这么多人呢。不光是国内，国外也因为这样一个通道沸腾。东方人疯了吗？他们竟然要征兵这么多人，他们这是要和谁开战？众所周知，华夏的军力一直是世界第一，500万士兵已经是恐怖的开销，而5500万士兵这一笔钱足以榨干龙国所有资源。当西方一些媒体问起国内如何看待华夏征兵一事时，几乎所有国家都表达出了对龙国的不屑，他们认为华国一定是疯了才会做出这种决定。另一边，国内媒体此刻也发现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这个最高行动小组的组长竟然是唐恩。瞬间舆论又是一片哗然，为什么是唐恩做组长？莫非我华夏无人吗？强烈要求撤换组长。就是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黑幕，他一个高衙内何德何能够当这样一个组长？谁也没有想到，就因为唐恩当这个小组的组长，竟然激起了这么多人的反对。这里面反对人最多的当属杨小小的粉丝，一时间唐恩这个名字人人喊打。国外乐于见到这种情况，也加入到了声讨当中，他们强烈要求高层给一个说法，甚至就因为唐恩，征兵计划都发生了阻碍。2个小时后，就在所有人冷笑龙国这次要栽一个跟头的时候，最高电视台突然发了一个视频，视频名叫《忍辱负重砥砺前行，雪藏10年以血奠基我国科研》。从视频的名字上来看，似乎是在描写一个科研学者。众人不知道这到底讲的是什么，直到点开后一看，才发现这是一个唐恩独属的纪录片。但让人面色大变的是，视频里我背后的墙上挂着密密麻麻数不尽的奖章，其中光是1等功奖章就有45枚，2等奖数百枚，3等奖已经到了放不下的地步。瞬间观看这片子的人再一次惊呼：卧槽，这么多1等功奖章，开什么玩笑？假的吧？不会是伪造的吧？他才多大？众人都被这面墙震惊，也对我的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直播中记者问道：唐恩先生，听说您是一个神童，初中就已经会大学的知识，只是为什么这里看不到您初中后的履历？当然看不到，我在初中就直接跳到了华国最高科技院，在那里我完成了我的学业和我的研究。您的研究，请问方便说明是什么研究吗？可以的，我初中研究的课题是超级能源循环系统，现在所有燃油车、新能源车上安装的能源循环系统，就是我的课题成果之一。记者听闻满脸惊讶，那东西的发明被誉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，因为有它的出现，世界能源利用率增加了3倍，资源损耗减少了4倍，间接给我国带来了数百亿的价值。没想到它竟然是您的发明。我笑了笑，这没有什么，它只是我所有科研成果中的一个而已。记者和我以问答的形式访谈，网络上却骤然诡异的安静了起来。能源循环系统解决了耗油耗电多的问题，每家有车的人都是受益者，但因为这个东西的发明者一直未知，网络上对他的议论也很少。谁知道他竟然是唐恩发明的？刚才声讨唐恩的一群人里莫名出现了一个对话，好像他也不是很坏。那除了这个您还有什么成果吗？自然是有的，我带领的团队成功让沙漠变为绿洲，第4代高效率农作物
务也是我的课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许许多多保密的项目，那些东西加起来，每年大概能给国家带来数百亿，甚至数万亿的利润。我笑着说出一些不怎么保密的事情，网络上却已经齐刷刷倒吸了凉气起来。谁也没有想到华夏居然还隐藏着唐恩这样一尊真龙，年纪轻轻却有如此多的成果，难怪他背后一面墙都是奖章了。这奖章一点都不虚假，不过也有人持狐疑态度，这假的吧？如果他真是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起过？主持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唐恩先生，既然您有这么多成果，为何我们对您的情况一无所知？难道是华国不让你露面吗？国家对我很好，并没有这种要求，是我要求国家隐瞒我的身份的，因为我是一个纯粹的人，我一心只想扑在科研上，不想因为其他的事情分心。那么唐恩先生，您会因为这10多年的默默无闻而感到难过吗？要知道，您要是宣布自己的身份，早就可以名誉加满身了。我笑了笑，我要这名气有什么用？10多年的默默无闻换来的是华国日益强大的实力，这笔账我怎么算都不亏。而且我唐恩早就发过誓，要让华国人人如龙，今生不毁种花家，来世还做种花人。我想这句话就是我的答案。无数网友在看到唐恩的采访记录后，全都沉默不语了。有无数人反复念叨着唐恩的这句话。片刻后，关于我的帖子在瞬间被翻篇。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错，他这样一个科研学者，电脑里肯定都是资料。你要换作是我的话，我也生气啊！要怪就只能怪节目组和杨小小目中无人吧。这女人在国内说爱国的话，在国外就说诋毁国家的事，一看就是老两面人了。不过10分钟，我就扭转了别人对我的看法，更多人觉得我没有做错，反倒是那些支持杨小小的粉丝是猪油蒙了心。于是乎，各种论坛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名场。所有骂我的帖子都在一瞬间被清空，然后跑得跑山的山，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一样。另外，征兵事情也因为唐恩的这个访谈节目出现了拐点，今生不毁种花家，来世还做种花人这句话，仿佛一颗惊雷般在所有人心中炸响，所有老兵都开始报名征兵。与此同时，西方媒体疯了，在他们国家中，每个人都为了躲避兵役而苦思冥想，哪里想过华国人竟然个个争着要当兵。西方记者反应过来后，便把这事传到了国内，没一会的功夫，各个国家在震惊华国如此强大的执行力，同时也在担忧华国征兵的原因。于是第二天一早，以灯塔国为首，樱花国为辅，多达14个国家对华国发起了问责，强烈要求华国解释为何要征这么多兵。但华国一改之前的和善，直接关了国门，一句话都懒得说。